东华在很早很早以前，早在入主太晨宫前，其实是在东荒的一处山谷当中居住，那里四季变幻分明，不像很多仙人的居处往往是四季如春。东华觉得很有意思。东华活了很多年岁，他有很多的时间需要打发。某一次他喜欢上了枇杷，于是在山谷里面种了许多的枇杷树苗，然后看着它们一点一点的长大，然后结果。那个时候的东华已经是天地共主，寻常人不敢招惹，东华也闲来无事，希望什么时候有人来找他打架什么的，所以所设的结界并不高明。所以某一次就来了一个巡视滋事的家伙，那个家伙和现在的夜华家的团子差不多，大概那么高吧。说着向凤九比了比，先别比，说故事。凤九打断东华，让他快点把故事说下去。东华似笑非笑地说道：遵命。以前的东华脾气不是太好，那个巡视滋事的人所做的事情也让东华认为实在是发指。原来那个与团子相似的男孩把东华盼了多年的枇杷给吃了，不仅吃了，还糟蹋了一地，整个枇杷园一片狼藉。而这个罪魁祸首吃了东华的枇杷以后，还在他的地盘上睡觉，打起了呼噜。东华从谷外回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场景，一个小胖子睡在他的地盘上，吃光了他的枇杷，还外带糟蹋一园子。东华可不是怜香惜玉的好长辈，当下把那个小胖子倒抓起来，用力摇晃。这个时候的小胖子终于醒了，东华一看人醒了，就那么放手，让他倒栽葱下去。哎呦，谁敢偷袭小爷？东华觉得头上的神经跳了一下，才多大的小胖子敢在他面前自称是爷，和他说话都是自降身份。是你偷袭小爷，你信不信小爷打死你？东华蔑视的上下的打量了一下这个小胖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是：你将我园子中的枇杷吃的一个不剩了吧？只见这个小胖子面不红气不喘地回答道：男子汉大丈夫，吃你几个枇杷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小爷吃你的枇杷是看得起你，你知道不？还有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快点上来，把小爷伺候好了，小爷重重有赏。东华看着这个脑子有病的小胖子，突然觉得没怎么出现过的责任心出现了，他实在是很有必要来招待这个自称是小爷的爷才对。当下提着这个小胖子来到谷里的一寒冰池前，既然是客，我定是要好好招待的，但是你吃了我1万枚枇杷，先把这个还了。你糊弄爷吧，你那里园子那么小，最多几百枚枇杷，敲诈啊，也不看看对象是谁。爷爷从来不讲道理，也说什么就是什么。爷现在说你吃了也2万枚枇杷，那你想怎么样？我觉得你挺胖的，身子也暖和，我想看看你能把我这寒冰池变成温泉不？说着就把小胖子丢到池子里面。你这么泡在里面挺无聊的，不人道，我帮你找乐子吧。说着捏了一个诀，让小胖子不断循环的从空中落入池水中，又由池水中升到空中。等东华几个时辰后想起小胖子了，回到寒冰池旁一看，那个小胖子还在不停地做自由落体运动，然后大发慈悲地把小胖子召回自己身旁。小爷可舒坦了。小胖子毕竟是小孩子，被那么一通折磨，早已不成样子，一张小脸煞白的，浑身打颤，但是还是咬着牙，眼睛红着，不知死活的发着狠话：你个狗约的，小野青丘白纸不会放过你的。东华一听，立刻笑得风月无边，人畜无害。那小爷是不想泡泉了吧？小胖子白纸一听，红着眼睛点了点头。那么我们换一个花样吧，你怕什么？白纸立刻不说话了。而东华列了几项觉得小孩子会怕的东西出来，白纸都是盯着东华坚挺地立着。你怕不怕蛇啊？还是不说话？那么你怕不怕毛毛虫之类软体动物？白纸眼光闪了闪，开口了：你还是死心吧，小野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天不怕地不怕。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玩毛毛虫吧。当下捏了一个诀，挖了一个坑，把白纸放了进去，顺便把它定住，只让他能开口说话而已。小爷告诉你，小爷什么虫也不怕，你快点放开我。东华可没有管他，自顾自地变了一大堆的毛毛虫丢到坑里面，只听见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尖叫从坑里面传出来。随后东华又变出一套茶具，悠然地品起茶来，听到小胖子的尖叫，好心地回了一句：别叫了，小心毛毛虫爬到你嘴里。立刻尖叫声消音了，只是听到一阵阵压抑的抽泣。
1刻钟以后，东华把一身是毛毛虫的小胖子提起来了，解了法术，只见小胖子飞一般的跑到刚刚避之不及的寒冰池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身上的衣服给拔了，一遍一遍的洗着身上。小胖子，要是你以后练习法术什么的，以这脱衣服的速度来做对比，那么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代高手。小爷，现在你还想玩点什么？白纸一听，立刻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也不敢了。你放了爷吧。你是爷哪能那么不禁玩啊？我不是爷，我再也不是爷了，我怕虫。哇哇哇！东华揉一揉耳朵，觉得这样的回答比较满意了。不准哭，再哭我就丢虫到你嘴里。此言一出，世界立刻安静了。白纸那白生生的身子浸在水了，睁着红彤彤的大眼睛，一双小手把嘴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怕露出一点声音。你既然吃了我的琵琶，那么就留下来做个小童还账吧。要我做多久？白纸很怕东华会把他留下来做个地老天荒的小童，要是在这样的恶人手下待一辈子，还不如死了的好。我什么时候高兴再说。那你什么时候高兴？东华像看怪物一样看了一眼还在寒冰池里面的白纸，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高兴？于是白纸在他幼年的某一天发誓再也不偷东西，就算偷也绝不偷到这个怪物的头上。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幅画面：小胖子，去把我书库里面的书抱出来晒一晒。还有一个时辰，太阳就落山了，明天吧。今晚给你吃毛毛虫可好？我去晒书。画面1，小胖子，明早去寒冰池里面给我抓2条鱼来。寒冰池里面有鱼？不知道，所以派你看看。不去。那明早我看你去寒冰池做运动可好？画面2，小胖子，我有名字，我叫白纸，不叫小胖子。你不是胖吗？我阿爹阿娘说这叫健壮，你阿爹阿娘骗你的，那叫胖。于是白纸在幼年的某一天发誓要瘦成一条闪电，劈死这丫的。总之接下来的几年里面，白纸在东华这里当牛做马的很不容易，可怜的小身材板由一个球变成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球。期间白纸的爹娘找来一次，但是看到东华以及听到白纸添油加醋地指责了东华如何的虐待他，要他阿爹教训东华以后，他阿爹立刻坚定地站在了东华这边，丝毫不管他是不是由一个可爱的球变成了一个苗条的球，对东华恭敬有加，看也不看他一眼，携着他娘就走了。他那一次哭得很伤心，以为他爹娘不要他了，哭着哭着的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到桌上有热腾腾的饭菜，才开心一点，认为他爹娘没有丢下他。但是当他长大一点才知道，那缺盐多糖有醋的饭菜天地之间只有出自东华之手。再长大一点才知道，原来这东华如此稀奇天地间，想挤到怪物这里当小童的，能从东荒排到西海。东华的日子因为有一个能帮他打发时间的白纸，变得稍微有聊一点。白纸也因为知道自己拗不过东华，是因为打不过他，所以常常假装虚心求教如何能打败他。对此东华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教导白纸如何打败自己。白纸的实力也在一次一次写的教训当中蹭的往上窜。不得不说，东华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好师傅。能不是好师傅吗？什么叫无心插柳柳成荫？东华和白纸就是。白纸从小被惯的坏脾气统统改好，造就了如今的白纸帝君，也造就了青丘今后培养孩子朴素的价值观，诸如棍棒之下出孝子，孩子放养的健康，规矩要从娃娃抓起等等，都是白纸帝君自己总结下来的，并且身体力行的。白家一众子孙之所以是今天的这副平易近人、宠辱不惊的好心态，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归结到东华身上的。在很多年以后，凤九醉酒把这事透给了程昱，程昱又透给连宋，连宋又透给司命。司命总结了一句话很经典，原来帝君那么有先见之明，凤九其实说起来是帝君自己培养起来，供他自己吃的吧。连宋听后连连称是。白纸和东华经过几年的磨合期以后，相处起来倒是比从前融洽和谐许多。在白纸待在东华身边200年以后，白纸主动拜东华为师，东华想了想答应了。你拜我为师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对外不许宣称我们是师徒关系。为什么？教你一个已经让我白发了，以后我想过点清静日子。你本来就是白发，你今晚想吃毛毛虫？
我绝不会说你是我师父，要是面对知道你真正面目的人，我会很丢人。我看你今晚还是吃毛毛虫的好，一消化。我说，你不是对外宣称不收徒弟的吗？怎么我一说你就收了我？白芷对此还是觉得很奇怪，要问清楚有没有什么代价，这样的疑心病都是被东华害出来的。东华听闻白芷的这一发问，好好的打量了一番白芷，你很特别。白芷一听高兴了，东华这人对他来说虽说是个怪物，但是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精彩绝艳的天才，被他看上多多少少还是很自豪的。为什么特别了？你特别耐操，天地间我还没见到比你更耐操的人。于是白芷在幼年的某一天发誓，再也不问东华为什么了。你说什么？我爷爷是你徒弟？凤九听到这里，立刻从东华怀里面爬出来，揪住东华的衣领，脸都快凑上去了。是啊。凤九放开东华，用手捂住脸，心里不停地盘算。东华把凤九揽过来，抱在怀里，别想些有的没的。我没在想有的没的，我想的都很现实。凤九挣扎着从东华的怀里出来，直起身来，盯着东华，满脸严肃。我爷爷当年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自称是也没错，你现在可不是得叫他爷吗？他还是正儿八经的爷，你迎亲是要拜见他的。青丘的另一处，白芷帝君和自己的二儿子在一起商量着凤九的终身大事。阿爹，你看怎么办？你今天答应的那么早，可是还有后招。白毅对于自己阿爹还是很相信的，虽然他在某些事情上有点不靠谱。白芷没有搭话，慢慢地品着自己手中的茶，思绪飘到很久很久之前。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算是他幼年没有被东华改过来的品性之一。当年拜东华为师，他答应没有将他们是师徒关系说出来，天地之间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过只有东华和他二人罢了。想着自己被压迫的童年，他就不得不摸一把辛酸泪。再次想想凤九以后的遭遇，就觉得是他们白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当年白芷拜东华为师以后，东华还算尽职，他也学得很上心。不得不说，东华的年纪和他的学识是成正比的，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主。对于白芷，除了法术剑术，还有一些神仙必修的知识外，东华一概不管他学什么，他高兴学什么，东华就教什么。某一次，白芷喜欢上了天地阴阳学说。我说，师傅啊，这上面说的阴阳是什么意思？东华瞟了一眼书的封面，回答道：天地初始为混沌，后有开天辟地，浊者下沉为地，清者上升为天，始为天地，天为阳，地为阴，两者相互转化，缺一不可。要是缺了一样了，阴阳失衡，天下大乱。那书上说男子为阳，女子主阴，又是什么意思？男女其实为一小天地，相互调节，阴阳流转。那我懂了，原来男的要娶老婆就是这个意思啊。白芷一脸的恍然大悟，接下来却一脸可怜的看着东华。我说，师傅啊，你这个脾气也要改改，要不是怎么能娶到老婆，而且还是漂亮老婆。书上说男女代表阴阳，你这样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是会失衡的。你现在生理有没有失衡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是失衡了的。师傅啊，总结下来，没老婆是一种病，得治。话还没有说话，白芷发现自己说不来了话了，然后他在树上吊了一夜，而他的师傅美名其曰你可以锻炼一下身心。所以白芷再一次觉得自己的推断没有错，他的师傅的确是心理失衡，导致轻微的生理失衡。要不是为什么手脚不听使唤，把他吊在树上，这要多么可怕的价值观才能做到啊！所以在白芷拜东华为师以后，他发誓要帮助他师傅娶个老婆，调节一下阴阳。师傅啊，你娶个老婆吧，虽说你的脾气太差，但是模样还不错，是可以骗个老婆回来的。师傅啊，我给你介绍几个美人吧，我们九尾狐族有的是漂亮妖娆的美人，要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屁股大好生养。说着还比了一个波涛汹涌姿势。师傅啊，你该不会是喜欢男人吧？男人不好硬邦邦的，哪有女人抱起来软啊？在白芷无数次明说暗指，甚至怀疑到东华的生理问题后，东华狠狠地把白芷揍了一顿，告诉他为师的事情不劳徒而费心，以后你再说一次，我就再揍你一次，不见血，我看不起我自己。白芷自从被打以后，再也不敢明着说让他师父娶亲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心一直没死。白芷自己打的小九九是要真的有个把女人来帮他师父调节，
那么他的日子不就好过许多了？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面，白纸专门悄悄放一些女仙女、妖女魔进来，真的是环肥燕瘦各有姿态，连他那颗小狐狸心有的时候都怦然心动一番。但是他那个忠贞耿介的师傅硬是山不摇海不动。那个小小的白纸对东华观念从怪物上升到师傅，以后再次上升到四海八荒最有神仙味道的神仙，并且对他的师傅报以极大的同情和怀疑。怀疑什么？当然是怀疑他的师傅是不是有一些难言之隐。一次白纸在结界边上守着看看这一次来的又是什么姿色的女人的时候，来的却是一个皮肤白皙不姿摇曳的美男子。白纸有点兴奋，终于到了检验他师傅的时刻来了。此时的白纸却有点担心两件事情，一件事要是师傅真的喜欢男子，那该怎么办？是不是他也有点危险？第二件事情是，白纸看了看这个瘦弱的美男子，很担心他能不能挨得住他那威猛的师傅。美男子施然地破了东华的结界，进入结界后还朝躲在树后的白纸跑了一个媚眼，实实在在让白纸打了一个冷战，觉得这个美男子的威力实在是大，要是真的把他师傅给征服了，那么他该怎么办啊？看着这主应该是个通吃的主，那么他的处境有点堪忧啊，堪忧。天生对着危险有着敏锐感官的白纸觉得这一次有必要回一趟青丘去好好待着，过了这个风头再说。想好之后立刻收拾好包袱回青丘去了。过了几天，白纸想，这个风头应该过了吧，就算是东华要和那个美男子打架也应该打完了，现在就该他出场了。到了东华住的山谷外，白纸觉得特别的忐忑。忐忑这个词语一般他只是听过而且，但是实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才知道原来是那么的令人揪心。但是白纸是谁？是在东华手底下历练几百年而面不改色的真男人，怎么可以因为怕东华揍他就畏缩不前了？实在是不是他本色？白纸在谷外为自己做了几个时辰的心理建设之后，大步地踏进了他阔别几日的谷中。远远地看到东华在树底下磨着苍河剑，这下白纸奇怪了，他师傅的苍河剑他不是没有见过，但是每一次见都是他师傅出去打架的时候，这个时候白纸兴奋了，看东华打架那可比看戏有意思多了，当下就飞一般的跑到东华的身边，兴致勃勃地问：师傅，这一次你要出去打那一路的妖精？东华听闻此言，拿着苍河剑立起身来，左左右右地观察了一会，才回答白纸：狐妖。什么？是我本家啊？是。那师傅千万不要看在我的面子上手下留情，这狐妖我是了解的，专门出些幺蛾子，招惹心烦。前不久我九尾狐族的一个族人就是看上了一个狐妖，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可是这个狐妖倒是好，跟着另一个妖精跑了，一点面子也不给，一看就是不是专一的货，所以师傅啊，对待这样的狐妖得往死里抽。白纸一听东华不是收拾他，立刻放了心，相反的好心好意的对东华不停叮嘱：师傅啊，还有一件事情你千万要记得。什么事？狐妖一族最会撒娇卖萌，要是他向你撒娇卖萌，可要顶住，须知他在面上对你恭维，背后一定把你骂得不成样子。是吗？东华的苍河剑还在不停地磨着。是，我生命发誓不会骗你的。对了，那个狐妖是什么品种啊？九尾狐。原来是九尾狐啊，听起来挺熟的，住在哪？青丘。原来是青丘啊，那地方我熟悉的很吗？不就是后知后觉的白纸才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请问师傅，那个狐妖叫什么名字？听到这个问题的东华才像想起有白纸这个人一样，转过身认真地回答白纸，那个狐妖叫白纸。听到这个回答的白纸像是重新回到初见东华时被扔到毛毛虫坑里面一样煎熬，以此生第二次的快速跪倒在东华面前，抱着东华的大腿不停摇晃，眼泪像是不要钱一样往下流。师傅啊，那个住在青丘叫白纸的狐妖实在是天上地下最好的娃了，您的苍河剑他受不起。他知道你定是这几日过得定是不和谐，但是您生活的不和谐的是心中最大的痛。师傅啊，求求你放过他吧，他还只是一个娃，没娶过亲，还是个处啊。你不是说那个狐妖最会撒娇卖萌吗？让我不要心软。我乱说的。你不是说那个狐妖表面对我恭维，背后把我骂得不成样子？这个时候的白纸不说话了，
在白纸眼里面，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伸能屈，但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是在他心里占了主要地位的。他真的很想骂东华，也的确在心里把东华骂得不成样子。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平日里放进来一些女的也就罢了，这一次居然连男人也放进来，不想活了。白纸默了一下，站起身来，仰着头看着东华，一字一句说道：阿爹有阿娘，族里的哥哥有姐姐，我以前养的大花也有不花，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在我看来孤独的滋味挺难受的，我想帮你找个伴，热热闹闹的。你会说我多管闲事，但是这真的是我想的，我总有一天要走，那么剩下的日子谁来陪你？我的确在心里骂你，但是不可否认你是一个好师傅。东华也默了，一颗想揍死白纸的心也死了一大半。这是遇到是缘，分开是劫，在一起是命，你的好意我领了，以后的事情我活了那么久，也不知道老天爷给你的是什么路，所以无需担心，顺其自然就好。白纸对东华这话不是很了解，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那要是以后你娶亲，一定要告诉我。好，谁敢不同意，我抄了他全家。行。而后的日子，东华和白纸还是以前的相处模式，白纸慢慢长大，实力不断上升，等到再过了几千年，东华让他出师回青丘去自己历练。分别时，白纸看着多年来未曾改变模样的东华说，我从前说的事情，谁敢不同意你娶亲，我就抄了他全家还算数，现在我也走了，你要把这事情提上日程。还有真诚地告诉你，师傅，我觉得你是真的内心失调，下场很悲惨，这一次离开东华是被毫不留情地扔出去的。白纸回忆完与东华的这档子事，真心觉得和老天十分喜欢看峰回路转剧情，如今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只得这样了。谁让他以前发了那么重的誓言，总不能把自己家给抄了。哎，二子，凤九的这事情我们就别管了，这也是凤九自己选的路。那凤九怎么办？要是他受了委屈以后怎么办？你怎么一直那么反对他俩在一起？这一次提亲也就你一人唱反调。白纸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很奇怪，白衣默了一会，开口道，自己的女儿怎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当年他喜欢东华帝君，喜欢的死去活来，什么样子我都见过，只是想这是他自己的路，要他自己来走才行。但是我却看到他去了几百年，要死不活的回到青丘。我不求她嫁个什么地位显赫的人，但是最起码要让她开开心心的过日子。那东华我看不透。听白毅说完，白纸叹了一口气，起身拍拍白毅的肩膀，你过滤。说完打开门要离开。阿爹怎么知道我过滤了？白纸的身影顿了顿，转过身真诚地和白毅说道，我当然知道，我在他手底下几千年，他是我师父。等到白纸离开，白毅都没有从刚才白纸的话里面解脱出来，原来东华是凤九的祖师爷啊，盘算半天，最终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祖师爷该会对小辈好的。最后的最后，又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